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这部要介绍的是暴徒将军战吼，不过这次配的不是刀锋乱舞，而是重盾冲锋和重盾粉碎。其实我上一季有做过一支暴击版的重盾冲锋，然后这一季的盾系技能有加强，不过爆率的部分削弱了，就想说来玩个命中版本的。这个流派的生存能力极高，而且伤害也不会太低。跑 POB 使用重盾粉碎的情况下，有1900万左右。目前也已经全通了所有的关卡，除了世界之妖的恐惧是打白的以外，塑形和扭曲的部分都是点金打完。虽然过程有死个1到2次，不过要通关一定是可以的。因为生存能力极高的关系，也是我这一季第一次练上95的角色。造价方面也不会太高，因为是走逼中的流派，加上使用将军战吼，所以攻速和爆率包加成都吃不到。装备的选用上也很弹性，抗性的部分非常的好撑，有心的话甚至可以把混抗也撑到满。拓荒时期我是用最低重击练上来的，有新手想参考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在 POE 3.13冠军将军战吼的那部有介绍。要使用盾头直接练上来也可以，照个人习惯就好。我是练到67级时，换上做好的盾就直接转，因为我之前玩过卫士的盾头，所以装备蛮多都是直接拿过来使用。接着来讲一下流派的构造和装备的选用。玩这个流派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捅瞎，所以使用了残酷的纪律这一颗珠宝，目的就是又有先见之明的效果，你瞎了。我们有点坚毅自信拿命中，所以瞎了也没关系。再搭配暗黑贤者这一把权杖，这把武器给了这个流派很多的能力，有伤害、使敌人自盲，以及恶语术和生命等等。恶语术的效果是使敌人减少10%伤害，并且增加10%承受的伤害，是一把非常推荐使用的武器。其实这个流派最主要的装备就这2个，其他的装备都可以自由搭配。头盔我是使用暗影之冠，因为这个流派点了非常多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在95级时来到了7200多。暗影之冠的肉体扭曲是生命趴数越高就能拿到越多的伤害，我有去跑 POB 算过，伤害是比尊师的加9%物理伤害高的。不过考虑到附魔的部分，如果买不到附好的暗影之冠的话，也是可以用附好的一般的头盔去做的。附魔我个人推荐使用冷却时间这一条，要使用加印幻影战士也可以，就依照个人喜好去选就好。鞋子我是使用行尸走肉，只要走来走去就会制造尸体，也可以用尊师的护体鞋，使用旋风斩引导亵渎也可以。不过在耗魔的方面就要控制一下，因为这一季的耗魔量变高很多。手套则是和盾头的部分一样，都是使用祭司基底的手套，拿副手增加50%伤害这一条，之后再用金水点出生命和抗性即可。衣服的部分我是用普通的黄装而已，也可以选择奎尔山硬甲或者是尖铜战罩等等，并没有限定说一定要穿什么。戒指、项链、腰带全部都拿生命和抗性，其中一颗戒指用总督军底的拿脆弱诅咒，抗性的部分非常的灵活，我是撑到打元素诅咒的图都还是蛮抗的，甚至到混抗都有38%。盾牌的部分就是选高护甲，想自己做的话可以买86以上的巨型塔盾，用稠密化石或者花园的防御混沌石丢就好。若已经有了高防御的盾牌，可以用工艺上前缀无法被改变，再使用引力混沌石。我这个盾牌是选了火混抗，之后再用狩猎者崇高，要拼战吼冷却速度那一次，可是我是出了秒回生命，就工艺3个智慧品质就拿着用了。这样子装备的部分就讲完了。再来讲一下星团珠宝的部分，星团开了2组巨型和4组中型，巨型都是使用物理伤害的星团，此最重要的是碎铁者，其他2词只要有用到就可以。一直以来玩物理系的流派，几乎都是使用碎铁者这一词来用。中型4颗都是使用捷径攻击星团，这4颗星团都有配到慌乱吼叫这一词，因为这个流派没有使用矛盾，所以拿8%、2倍伤害就等于8%的更多伤害。第一颗的词配了狼嚎，由于没有使用红人旗帜，所以要配狼嚎拿战吼的最低强度，来确保幻影战士的数量。第2颗就拿模范领导的猛攻，虽然攻速的部分吃不到，不过20%的移动速度还是要拿的。第3颗拿鬼魅呼啸，这词最主要的是拿威吓的10%伤害，威吓这一词也可以从狩猎者的手套上面拿，然后鬼魅呼啸可以换成暴民心灵拉球这样。第4颗就是拿预警呼唤的护甲了，毕竟走的是坦度高的流派，护甲当然是拿好拿满。然后最后的一般珠宝的部分，比较特别的是钢铁君主这一颗，我是直接买挖好的腐化之血，下面的词挑了穿刺效果，为什么要用这颗珠宝后面会说到。
其他的珠宝全部都是近战物理范围伤害，再配上生命帕数的珠宝而已。最后再来讲一下操作的手感，整体玩下来的体感很不错，不管是生存还是伤害，以及跑图的速度我都很满意，算是这一季目前分数最高的。刷图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。目前唯一的缺点就是打战乱时不太方便，因为中盾冲锋的范围很小，基本上只能打一半左右。刷图时就是药水喝了往怪群冲进去，最后再使用钢之呼唤把穿刺效果移除，就可以造成大量的范围伤害。这也就是我有用钢铁君主这一颗珠宝的原因。如果没有使用这组配置，在清怪的体感上面会差非常的多。然后在打势力网或者塞勒斯时，建议是改用重盾粉碎，伤害的部分会高上许多。要使用中盾冲锋打王也可以，不过你就要把距离拉远，因为中盾冲锋是越远越痛，像塞勒斯和世界网之类的，离网太远的话可能会有点危险，所以还是比较建议用中盾粉碎来打王。盗贼的部分我选择都杀，升华顺序和众神殿依个人喜好选择。我是比较喜欢用日曜神之魂的减伤，以及瑞士大厦之魂的补生命药剂这样。技能串法和药剂相关，在影片前面有展示，不要再来问我技能是怎么串的了。最后再推荐一下相异的魔灵这一颗，因为这个流派不是攻速，所以等于白嫖20%更多的近战伤害。在这一季不舒服的游戏体验下，这只角色玩起来是非常舒服的。死到不想玩的人，或者是刮痧刮到不想玩的人，都可以试玩一下这个流派。我们下回面见，拜拜。什么鬼东西啊！